在成长过程途中，我们每位都背负着父母给予的一项任务，就是现代社会一句老土的话：努力读书，考取好成绩，这样才能找到好工作，拥有美好的未来。学士毕业之后，我就报读了国际化的会计专业考试 ACCA， 希望可以拥有更好的机会，找到更好的工作，得到更好的出路。可是呢，这项考试可以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没有 coursework， 没有 MCQ， 没有 midterm， 就只有实际的 written final exam。有些人说很简单，有些人说很复杂，但我能很肯定的告诉你是，面对试卷的大家，脸上都带有焦虑，担心自己 pass 不了。没有谁是不想通过考试，不想 pass。难道这另外58%的人并没有努力过吗？之前的我也一样，害怕 fail， 害怕不 pass， 浪费时间又浪费金钱。我一直很希望可以有个人来指导我，但是非常庆幸我还是可以度过这一关。Hello， 各位，我是 Koji， 今天我想和正在努力面对这考试的你们分享一下5大技巧去 pass ACCA。非常简单的技巧，让我这普通的学生都可以轻松 pass 完所有的 strategic professional paper。如果你不是在准备 ACCA， 没有关系，我相信技巧还是通用的，不要离开。那这是我从第一天准备考试到今天为止我都谨记的一个 point， 就是要了解 examiner， 就是负责教学大纲的考官要些什么东西。我可以100%的肯定，如果你写了 examiner 要的东西呢，他恨不得把分数丢在你的脸上，因为你就像是他教出来的学生一样。你可以先从书写答案的模式还有风格这方面下手，做 pass 要学习一下如何构造好你的答案，然后去适应 examiner 的要求。有一个东西大家必须要记得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写的好像 examiner 那样的 sample answer 那么完美，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背答案，只需要了解 framework 还有 principle 要怎么样 apply。那么要怎么了解 examiner 到底要些什么东西呢？我们又不认识他，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到 ACCA 的官方网站那边看 technical article， 这基本上是 examiner 和我们全世界各地的学生沟通的唯一一个方式。如果你连看都不看的话，其实算是很大胆了，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 examiner 要些什么东西。有时候呢 examiner 也会分享一些市场上的最新消息啊，还是什么 trending 的东西，这些文章讨论这的东西呢，也有可能是你下一个考题呢。OK， 我们 move on 去下一个 tips。ACCA 的 syllabus 呢，虽然说只是一个 subject， 可是里面呢有非常多的章节要消化，尤其是 IFRS 9 Financial Instrument， 它的细节是多到真是头痛。我们大家都受到时间的限制，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完全100%的消化所有的知识，所以呢，有些人可能会犯下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就是你会很专注于几个 chapter 读得很好，读得很 in depth， 然后掌握得非常好，但是考题出来的时候是考你其他章节，这时候你就惨了。准备 ACCA 考试呢，最重要还是读得广泛，你必须要先 cover broad 才去 cover in depth。简单来说就是 no shortcut， 你必须要读完所有的章节，你可以不要读到那么细密那么 in depth， 但是呢，所有的章节你还是要懂。为什么呢？看完这个影片你很自然就会明白为什么。OK， 我们刚刚说了，读书是没有捷径，我们必须要 cover 所有的章节。以前呢，我的 lecturer 常常会教我们利用 abbreviation 去更好的记住一些知识啦。打个比方呢，就好像 IOPCP， 我很容易记得就是 integrity、objectivity、professional duty、confidentiality， 然后 professional behavior， 对吗？OK， 再给你们多一个例子，就好像 asset 的 definition， 我有 PERCP， 是 Present Economic Resources Controlled by an Entity as a Result of Past Event。由于时间的限制啦，没有办法，我们必须要采用一些特别有创意的方式，就让我们更容易的记住这些知识。然后我也很推荐大家自己做自己的 summary notes， 把一个 summary notes 变成属于你自己的 summary notes， 这样你会更容易记得所有的资讯。OK， 第4个 tips 呢，就是良好的时间规划。我觉得这个 moment 我们大家都可以赞成的是，临时抱佛脚绝对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制定好自己的时间表，然后去 keep track 我们的读书进度。Well， 每个人的读书习惯都很不一样，你可以参考一下我的。我在大学是选择 full time study， 3个月考1张 paper， 1年就会完成4张 professional paper。首先，我每天会奉献出特定的时间来温习功课。上完一天课之后，第2天早上就花1个小时去复习，这样就不会忘记老师在课堂中所说的任何一个重点。我甚至还会去录音重要的章节，所以每天去上课的路途上呢，与其听歌，我会选择听录音。上完所有的课程之后呢，就剩大概2个星期的自习时间。这个时候其实很艰难的，没有老师，没有朋友，只有我自己在家温习功课，是非常考验自己的耐力还有毅力的时候。到底要出去玩还是待在家呢？我基本上会把所有的课程章节分成几个部分，然后写进 calendar 里面，确保我可以在 study week 里面把整个 syllabus 完成至少3遍。每天早上起来7点就开始复习，因为我发觉早上才是我最高效率的时候。相比起下午我的脑袋会很不想读书。然后复习完毕之后，晚上偶尔还是会玩下游戏，然后放松一下，所以整个 study week 呢是不会太 stress 的。第
第5个技巧呢，就是练习考试，又或者说是模拟考试。一个学生可以准备得很充分，拥有很全面的知识，但是呢，再好的学生不懂得如何应付考试，也是会很吃亏，也是有机会会 fail 掉。所以呢，我很建议大家要参加模拟考试 progress test， 又或者是 mock exam。这里考验你的其实是考试的过程，不是它的结果。很多人的 mock exam 都考得很烂，没有一个是考得很好的。我们必须要深入其境，才可以真正体会到考试的致命关键——时间管理。一份考卷需要花多少时间去看题目、去计划、去写呢？一个试卷一共有100分，我们就只有3个小时15分钟的时间，也就是195分钟。除起来呢，我们可以得到的是180的分数，可以分配到1.95分钟，也就是2分钟。所以呢，一题20分的考题，我们最多只能花上大概40分钟。OK， 我们来看一下2种试卷，然后我们假设一下试卷只有4题的话，然后试卷 A 2题都写得非常好，然后接下来2题因为不够时间所以没有完成，然后试卷 B 呢4题都写得非常普通，没有什么特别。你们觉得哪一个会 pass 呢？当然是试卷 B 啊，因为它每一题都有做，因为每一题其实都有 easy mark。如果你什么都不写的话 ，examiner 要帮你都帮不到。如果你怕你自己不够时间完成试卷的话，其实很简单，你可以直接在你的考题上面标上好你想要花的时间，这样一来，如果你超过了，就 move on 去下一题。Alright， 各位，其实 examiner 有分享过学生会 fail 的最大原因。不是英文不好，不是知识差，不是写的不够专业，往往是因为不够理解题目，没有看好题目，还有时间分配差，没有办法去完成整张 paper。所以我在这里呢，也希望大家不要质疑自己，多相信自己的能力。我从以前开始就不是一个很厉害的学生，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专长。我一开始呢，也是带着恐惧，还有焦虑、害怕失败的心情去面对这一切。但是呢，逐渐的经历过那么多考试的顺利通关之后，我才发现正确的态度真的很重要。现在呢，我一直在相信的一个 quote 就是 If they can do it, we can do it.Even better， 就是别人可以做到的事情，我们也可以做到。如果我可以做到的事情，你也可以做得到。我希望这个影片也可以帮助到正在准备这考试的你们，也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个影片。如果喜欢我的影片，想支持我的话，记得按个赞，也考虑订阅一下我。我们下一个影片见，谢谢各位，拜拜。